联想算是当今 PC 界最强的巨头之一了，它在国际的道路上呢，已经属于是走得最远且最稳的那一批了。旗下多个系列的个人电脑在世界范围内也都颇为畅销。作为著名的当属收购了 IBM 的 PC 业务之后推出的 ThinkPad 系列，在 PC 方面联想是一直都没有停下过脚步，在创新上呢，也都做出过许多的贡献。而手机界的风云变化从原来的百花齐放到现在的寡头时代，联想却一直显得有点庞桑。做过同名品牌的乐檬系列，子品牌的 ZOK 有过辉煌但遗憾的是却都成为了时代的眼泪。联想甚至还几经周折收购了摩托罗拉在海外的市场呢，应该还算可以吧。但在国内的红海市场每每推出产品，总让人感觉到底是联想自己还是摩托罗拉团队心有余而力不足。好在联想并没有打算在手机市场继续这么碌碌无为下去。拯救者系列的游戏本获得了比较出色的市场表现，联想可能也是想着趁热打铁，在去年呢推出了拯救者电竞手机 Pro。销量可观的同时也收获了不错的口碑至少证明了在游戏手机领域呢已经是进入了正轨而这次发布的拯救者2 Pro 不仅在配置上足够堆料，在游戏手机的设定上更是层层加码。包括我自己呢也是非常的好奇因为我们以前拆解过的这个游戏手机的内部的堆叠呢都是很复杂的当然也带来了各有特色的功能。而这次的拆解呢会有些不一样因为我将给大家拆的是一台被折坏了的拯救者2 Pro。相信很多网友呢应该也都知道了这台机器的来历它的主人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新平科技的张宇。其实在他寄来手机之前呢，我们的后期已经是在制作拯救者2 Pro 的这个拆解视频了但是这个手机要修肯定也是要拆的，所以呢我觉得给大家来拆这一台折坏了的手机呢会更加的有意思当然这个制作的周期呢也是被拉长了。好了，我们先来看一下他当时折手机的这个画面。手机折断的位置呢，正好是中间两条天线隔断的位置。它完整的将手机分成了3段，这才是一台实实在在的3段式手机。好了，现在呢，我们就来拯救这一台拯救者2 Pro。虽然机器已经折断了，但按开机键的话呢，还是有震动反馈的，应该是还能开机只是屏幕呢已经完全损坏了，没办法确认。所以我们先拆出主板装到一个正常的总层里面来测试一下。先对后盖加热，用平刀从中部后盖卡入，挑起一点缝隙。接入拆机片，沿四周划开，中盖与主板间连接着一条氛围灯的排线，将其断开后即可取下中盖。中盖上集成了闪光灯模块，通过触点与主板连接。这一块呢是氛围灯的模组，这边是一个风扇的保护盖，外圈设有相应的缓冲泡棉。由于上下后盖的缝隙呢已经很大了，稍微用点力便能将其与中框分离。两块后盖上呢也都是有氛围灯的，通过排线与主板连接。但想要取下，还得先将整个后壳外框与中板分离。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觉拆到这里，我的感觉是联想或许在规划上已经是铁了心的在游戏手机这个领域深耕了。不管是背面多达3处的氛围灯，还是无法忽视的风扇，似乎都在传递这么一个信号外观是消费者是否决定购买的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当然，游戏手机的外观呢很难满足绝大多数普通消费者的审美但是对于重度的手游玩家来说，相对理想的游戏手机外观呢，可能就是这样充满了科技感的风格。外框与中板呢是通过螺丝固定的，拧下所有的固定螺丝。可以看到顶部的框架呢已经松动了，这是 NFC 线圈，上方还贴有一张散热膜，撕掉散热膜后即可取下顶部框架。这一部分集成了顶部扬声器和顶部线性马达，都是通过触点与副板连接。当然底部的盖板呢也是可以与中框分离的。这一条是顶部游戏的侧键排线，取下一块金属盖板，断开底部侧键排线，即可取下底部框架。内部对应排线和线性马达的位置呢都附有缓冲泡棉。继续拧下固定升降前摄的螺丝，先取出部件电机，推出前摄，下面呢还有一颗螺丝固定。拧下螺丝后，掀起中部框架，断开前摄连接排线、风扇排线、顶部侧键排线，将中框和顶盖一并取下，再断开底部侧键排线，取下底盖。两张后盖的形状大小呢基本都是一样的，背部的氛围灯都是通过排线与主板连接。再拿来中框推出升降前摄，上面还集成了开机键。前摄采用的是4400万像素的摄像头，这个摄像头的画质见仁见智，而且拍照呢也只是它的副业。
它最大的作用呢是配合系统中内置的一键开播功能实现无遮挡的游戏直播体验，对广大的游戏主播呢可以说是相当的友好。整个中部框架呢非常的重也很坚硬，只不过正好把天线的开槽呢设计在中间，位置呢也相对对称，使得两边的金属框架呢是完全分离的状态中间的位置则是非常的脆弱。内部对应后置相机的开孔也都设有缓冲泡棉，这边是一条较厚的散热铜管，将内置的风扇包裹，与外部风扇包裹的大面积铜板呢是一体的。铜板通过硅脂与主板相连，将温度向上传递，再通过风扇将热量导出。为了加入这套散热体系，使得机身中部呢从厚度来看是多出了不少，但在后盖的设计上中部与两侧的衔接处做了一个向内弯曲程度并不是特别大的幅度，让横屏游戏时的握持手感反而变得更舒适了一些。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内部，看起来呢十分的复杂甚至有些凌乱。先断开电池，再依次断开表面所有其他的排线和同轴信号线。由于同轴信号线的部署呢正好在侧边，有部分的信号线呢受到外力的影响已经断了。拧下一颗固定的螺丝，取下金属盖板，再断开上下主板的连接排线和3根同轴信号线，取下上半部分主板。上半部分的主板呢为射频部分，背面贴有散热铜箔，断开主摄并将其取下。主摄采用了6400万像素支持 8K 视频拍摄的摄像头，广角采用的是支持120度超微距1600万像素的镜头。我个人觉得在相机方面联想呢可能是有点用力过猛了，毕竟游戏手机用户给我的反馈呢可能就是能扫码就行那像这样的用户群体呢，用它来拍 8K 或者是这么广视野的照片的动机可能还不是很足当然人无我有的东西呢是多多益善的只是常识告诉我们表面上非常凹深，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用处的这个功能或者是硬件的成本呢，都是隐藏在售价里的。继续拧下固定主板的螺丝后，取出主板。主板的背面涂有大量的导热硅脂，通过与中框接上的铜板相连来进行导热。正背面采用的都是焊接的屏蔽罩，所有连接座的外圈也并没有加入缓冲泡棉或密封圈。目前呢，看主板呢是没有任何变形或损坏的痕迹，因为主板呢正好是在中间信号天线开槽的位置呢也正好是在主板的边缘，所以在做折弯动作的时候呢，并不会伤及到主板。如果手机都是要拿来掰的话，这样的主板设计呢反而还成了优点了。不过两边的同轴信号线呢算是遭殃了断了好几根。继续撕掉上下散热膜，断开底部副板上所有的连接排扣，先取下底部线性马达。拯救者2 Pro 搭载了双 X 轴线性马达，而且大小呢都是一样的。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我拆过的第一台带双 X 轴线性马达的手机。从个头上来看确实比之前接触的 X 轴线性马达要大一些。拉近一点能看到这2个线性马达都是来自瑞声科技的。实际的游戏操作震感已经非常接近苹果那种哒哒哒非常干脆的感觉，即停即动。通过查阅资料发现这2颗马达通过 Rich Type 技术的调教，实现了比较细腻的不同震感。启停时间由前代的40毫秒极大的缩减至5毫秒。拯救者2 Pro 率先支持了和平精英最新版的高品质震动功能。试玩下来，通过震动可以感知到不同枪械的后坐力、拉栓、子弹上膛甚至是枪击的震感都是不一样的。载具的操控呢也是十分的真实，也能一定程度上感知到攻击来自哪个方位。取出副板，副板上结成了送话器、卡槽、Type-C 接口。Type-C 接口的外圈呢包裹着密封硅胶。底部扬声器通过触点与副板连接，虽然是立体扬声器不过顶部的呢还是要稍微小一些的。断开一条连接排线，取下顶部副板。这张副板呢非常的薄，对应听筒的位置呢是做了一个镂空处理，加入了一张防尘网。小板上主要集成了天线电路和顶部光线传感器。电池的话并没有易拉胶，不过好在与中框间的缝隙很大，用工具深入底部向上撬即可取下电池。单块电池的容量呢为2750毫安时，生产厂家为宁德新能源。2块电池的总容量为5500毫安时。拯救者2 Pro 搭载了90瓦双路超级闪充，充电的速度呢也还是比较快的，只是实现的方式呢跟上一代一样采取了双头双充来叠加功率的做法，而且标配呢只附送了1套充电套装。真正想要实现宣传中的双路快充，则需要另外再购买1套充电套装。继续拆屏幕压感排线，压感组件呢通过胶固定至屏幕，断开顶部压感排线与屏幕的连接以后连同一块断掉的中板一起取下，再取下底部的压感排线。这个时候呢，屏幕与中框已经是分离了，很轻松就能将屏幕取下。为了防止游戏时的误触，屏幕的两边呢做的是稍微宽了一点整个屏幕被掰弯了之后的内部已经是完全碎裂了，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折痕甚至呢已经是内外屏自动分离了。拆开以后也是掉了一桌子的碎片。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中板，整个中板呢也是支离破碎了。
即使上面还有散热铜箔和其他一些元器件啊，整体呢也是非常轻的。通过拆解，相信大家应该也看得出来啊，机器能够轻松的折断的原因，主要是中板和中框呢并不是一体的，再加上中框的信号天线开槽呢，使得两边的金属是完全分离的状态，中间的位置呢就非常的脆弱了，所以在折的时候呢，中框是起不到任何刚性的保护作用的。中板上贴有一张大的散热膜，散热膜下面是一块大面积的散热铜板。其实内部的散热堆料呢还是非常足的，包括加入了这2个主动散热的风扇，在散热方面呢表现还是很不错的。都说骁龙88这个 SOC 的发热啊，各家主流的旗舰呢控制的也都不是很好啊，因为这些手机对于机身的这个散热要求较高啊，所以在散热方面呢也是很难做到非常的高效。但游戏手机呢就不一样了啊，对这个机身的厚度啊和重量相对来说并没有那么的受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拯救者2 Pro 在内的一众游戏手机啊，在这个内部啊是加入了非常多的这个散热铜板，那加入风扇呢也是毫不含糊的，反正就是怎么凉快怎么来就完事儿了。不过这次拯救者2 Pro 在设计上呢是并没有考虑到用户呢会拿手机来掰啊，因为我们知道其他的手机这个天线的开槽都是设计在手机的这个两头的，中间这个金属框架呢是一体的，所以应该不会有人想着去掰手机是吧？这种要求我这辈子都没见过。毕竟上一次全网围观能掰弯的手机还是采用了6000系铝合金的 iPhone 6，而这一次的拯救者2 Pro 呢，通过这样的设计啊，恰好点燃了用户掰弯它的念想。而且拆掉散热铜板以后啊，我们通过折弯处啊，更能直观的看到中板是有多薄，甚至比超薄机身的小米11青春版的中板还要薄。但是话又说回来啊，如果真要用力掰的话，大部分的手机呢也都是扛不住了。而且一般的用户谁会愿意拿自己的手机去掰呢，是吧？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把它的主板放在我们的手机框里面来测试一下功能，看能不能正常。通过测试啊，除了屏幕中框损坏和断了几根同轴信号线以外，主板和摄像头，包括其他的一些配件呢，也都没有问题哈，真的是修了个寂寞。那通过拆解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拯救者2 Pro 为了给用户更沉浸、更真实的游戏体验啊，在内部的设计上啊，也是用心良苦的。虽然说难免把手机做的了厚一些啊，重一些，甚至还意外的脆了一些，但也是为了最终落实到产品上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呈现。那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新品科技给我们提供了这一台曲面屏的拯救者2 Pro。好了，本期的拆解维修视频呢就先到这里啊，我是蒋振林，我们下期再见。